西方对龙族的算计应该是长达100年、数百年甚至更久。李长寿在山中安静修行体悟，慢慢地等着，与敖乙定期联络，不急不躁，不去主动掺和。日升月落，周转不停，天明天暗，万物之理。渐渐的，关于龙族之事，李长寿此前做出的那些推演已经有几条逻辑线得到了对应，但是西方接下来会有什么大动作，他也拿不准。而最先等来的其实是三教源流大会。近来山内已经有各种消息乱传，似乎是这三教源流大会要提前开幕。三教仙宗将齐聚中神州金宫门。李长寿决定等三教源流大会事件平息，他就亲自写一封书信，对玉帝阐明龙族之事，将龙族上天庭的当事人之一稳住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他开始了自己准备已久的躲避计划。这计划自不可能是把灵娥偷袭成重伤，自己留下来照料。万一门内让师傅照料，自己出去，那岂不是白费心思了？哎呀，李长寿突然病倒了，刚好是百凡殿通知本届门内大比天罡位众弟子以及12位长老举荐弟子去百凡殿议事的前一天。嘿嘿，这个时间点李长寿拿捏得很准。其实是用风宇宙监察门内各处时，李长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，知道明日即将召集众弟子。料想大会也就在这半年之内想选我当领队，又让我继续出现在风口浪尖，给我平添麻烦。我李长寿绝对不可能在同样的地方被同样的套路绊倒2次。这一次李长寿先一步并下，还做了周全的考虑，制定了一条条对策。灵娥匆匆喊来了九九，九九连忙将常年不怎么闭关的五师兄也带来小琼峰。草屋中，李长寿面色苍白，气息微弱，躺在草床上，浑身上下写满了虚字。九屋仔细诊断之后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言道：不是什么大伤，只是冲关失败，反过来伤到了元神，以至于道基不稳。这般情形，不可动法力，不可动元神，但只需调养7、8年，便可慢慢恢复，不会留什么隐患，放心就好啊。灵娥虽然知道师兄肯定是故意装出来的，但是此时听九屋如此言说，也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如果动法力会怎么样？容易损一些道基。九屋沉吟2声，最好还是不要动用。床榻上，嘴唇发白的李长寿虚声道了一句：弟子本想尽一小节，不曾想太过勉强。九屋沉吟几声，我去找万长老帮你求个稳固元神的丹药，我自己炼制的品阶较低，不稳妥。灵娥忙问：那是否会让我师兄提前些复原？李长寿心底一笑，觉得这个亲师妹是没有白疼的。九屋沉声道：难呐，这类伤势就是要养，丹药只是让他养伤时不会伤上加伤啊。灵娥悠悠一叹，其实是略松了一口气。九屋很快就忙碌起来，去求丹药，去给百凡殿禀告此事，也省了灵娥跑东跑西的。李长寿就在这床榻之上躺着，模拟出的法力略微有些凌乱。稍晚一些，师傅也听闻了此事，着急地赶过来为李长寿仔细的诊治，差点都忘了自己的大徒弟已经度过天劫了。还好齐元老道发现李长寿伤势不重，也就没有多问，自顾自地回去闭关修行了。装病看似只是一件小事，
对于李长寿而言却是意义重大。万凌云长老会来探望，本就在李长寿的预料之内，而万凌云长老细细查看之后，也得出了和九屋差不多的结论，这算是对李长寿的装病水平给予了极大的肯定。你不要乱动，万老爷子缓声道，休养6、7年便可恢复，冲关不要急躁。你资质已是中上之选，悟性又高，品性又好，长得不错，定不会有事。稍后我若炼制出那般丹药，过来拿给你鉴赏。李长寿的心底颇为感动，但心底却很想提醒一下老爷子，仙石毒丹这个东西，您似乎已经走岔路了，而且都快将这条岔路给走通，搞出另外一个大类的毒丹了。于是万凌云长老留下了诸多调养的丹药之后，就回了丹顶峰中，不再多担心李长寿的伤势。接下来李长寿预计大概率会有百凡殿的几位长老一同前来，门内收过雄心丹的长老们也会组团前来小琼峰探病。这一次装病应该能赚一笔丹药，稍后偷偷的让指导人拿去防镇卖了，就能够继续补充永远填不满的灵兽卷了。其实填不满的不是灵兽卷，是人的欲望与胃口啊。不出李长寿所料，万长老回去之后，百凡殿几位灵鱼长老一同前来，摸了摸李长寿的手腕，给了李长寿安心静养的建议。不多时，又有3、3两两的天仙长老前来，但凡吃过雄心丹没闭关的，总共有8位来探望了一下，顺便委婉地问一问雄心丹可还有剩余。李长寿自然早有准备，各自送出了1颗。至此，李长寿练功太急，以至于伤到元神道基之事已经被门内高层知晓了。门内普通弟子对于此事倒也是不知，这本就与他们无关。但是事情的发展，从有秦玄雅匆匆忙忙赶来的那一刻，就开始出乎李长寿的预料了。长寿师兄，草屋外，一身冰蓝色长裙的有秦玄雅紧皱眉头，他快步走到床边，看着面色苍白的李长寿，那双妙目中满是担忧。床边的灵娥忙道：师姐您不用担心，我师兄他只是练功岔了气，门内众长老已为他诊断，静养之后便可复原。有秦玄雅轻轻点头，注视着李长寿那双眼眸，不知怎么，寿之眸与人教大师兄对视过，与截教外门大弟子对视过，都没有任何的心慌之感。但是此时李长寿的心底有点小慌。有毒，你就听有秦玄雅低声道：师兄，我知道的。李长寿的喉结上下晃晃，不是，你又知道什么了？你赶着修行，必是你想在三教源流大会时为门内增光添彩。这个真不是，你有毒。长寿师兄，你不必着急，玄雅身为这一代首席，定会带着师兄你的这份期许全力以赴，为咱们渡仙门奋力一搏的。李长寿的心底松了一口气。如果他只是这么理解，那倒也没什么。有秦师妹，师兄你不要开口，安心养伤。有秦玄雅连忙俯身，轻轻摁住李长寿的肩膀，长发垂在李长寿面前，那张脸蛋美不胜收，目光却是十分的坚定。玄雅定不会让长寿师兄失望的。李长寿露出欣慰的微笑。还好，这次跑偏的方向不算太严重。有秦玄雅在这待了2个时辰，方才告辞离去，临走还留下了不少的丹药。然而有秦玄雅刚走，此前跑出去就没有回来的九九，在破天峰方向驾着大葫芦而来。
让李长寿吃了一惊的却是，在大葫芦的侧旁还有一位看起来有些陌生的身影。此人气息内敛，浑身上下不露半分波动，略显瘦小，额头有些发黑。但是李长寿见到此人，心底顿时一震，当真是有些想冲出去把小师叔给摁住啊！麒麟长老，门内2大金仙之一，远古麒麟一族。李长寿此时尚不知这位麒麟长老的故事，但是对方的眼力修为绝非万长老可比的呀。我已经完成了改良的第6版归西平气诀，或许可以在这位长老面前遮掩我自己的修为吧。但是我的伪装在外层修为之上的病症，必会被对方一眼看穿。那这怎么办啊？怎么今日有情师妹的毒性转移了，挪到小师叔的身上了？小师叔是如何能请动这位道藏殿守殿长老起身的？难道这个长老也是大智一派的？不是，这些已经不太重要了。李长寿的心底迅速反应了过来，无妨，我早已经做过了这方面的考虑。如果没有能够瞒得过门内金仙的准备，我也不会做这种容易暴露自身底牌的危险举动。暗中咬牙，手边攥拳，算准了后续气息冲荡、规诀变化以及数层伪装的不同表露，直接自震元神。就听噗的一声闷响，李长寿元神震荡，嘴角有血气流下，已经是受了轻伤。而此前的那一般虚弱，这一次是由内而外散发了出来，这就是装伤的最高境界，真伤。床边的灵娥丝毫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，小师叔已经拉着那位长老到了草屋前，灵娥连忙向外迎接。就听99师叔撒娇地喊着：哎呀，长老，您快来看看嘛！您修为这么高，随手对着这家伙一点，他肯定就没事了。三教源流大会在即，他可是咱们门内优秀的弟子，这种他这辈子说不定就只能遇上一次的大事，让他去凑凑热闹也好嘛。李长寿听的是满脸的黑线。你呀，麒麟长老的叹息声中满是长辈对晚辈的宠溺。这位长老迈步进了草屋，在李长寿床边看了一眼，随后便道：与你说的那般无二，就是元神冲关被震伤，不必担心，若无事我便回去了。李长寿有气无力地道了一句：多谢长老。麒麟长老淡定地点点头，扭头看99时又露出了慈祥的笑。这位长老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99还是知礼数，又将长老送回了道藏殿中。稍后要跟小师叔好好的谈一谈，一时不察，竟差点被小师叔搞坏了一手好牌。而这位长老离开之后，意外还在继续，不过这次只是一个小意外。丹顶峰的微胖道人柳飞仙提着一些礼物驾云来了小琼峰，对李长寿言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语，而后便匆匆离开。总算夜深人静，累了一天的灵娥瘫坐在床边，禁不住小声埋怨：师兄，你啥时候人缘这么好了？哦，气质问题吧，大概。李长寿缓缓舒了一口气，继续躺在床上，心底一阵哀叹。从装伤到真伤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今天到底经历了什么。但是只要能不去三教源流大会，这一点打个坐就能恢复的小伤，也只是毛毛雨般的代价。值了。灵娥笑道：
今天最让人惊讶的，倒不是友情师姐，反而是小师叔呢。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般用心，请来了门内这般高手，我这不过是小伤罢了。李长寿摇摇头，刚要吐槽两句，先是突然扫到了在破天峰上飞来的2道身影。这2道身影，一位正是此前已经离开的有情玄雅，另一位却是一袭白衣如雪，咳声断断续续，面容英俊潇洒，浑身透着空虚，渡仙门掌门空虚道无忧道人季无忧。李长寿嘴角一阵抽搐，此刻已经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。他先是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这才对嘛，小师叔哪怕是偶尔毒那么一次，毒性怎么可能超过有毒师妹呢？这让李长寿略微的心安，随后就是一阵无力的吐槽。平生第一次后悔北俱泸州有情玄雅从天而降的那一次，他施展手段的速度慢了那么一丝丝啊。话又说回来，平日里在他小琼峰混吃混喝的靓妹，一个个的关系都这么硬的吗？哎呀，老子在上啊！能瞒得过麒麟长老，自然也就瞒得过掌门，而瞒过了掌门季无忧，李长寿的这个伤病也就坐实了。虽然有了一些波澜，但基本都在李长寿的控制范围之内。这一次的装病也算是检验了一下自己的第6版归诀效果如何，稍后可以将第3版传给师傅和小师妹了。